我和他是在上学时认识的，一开始感情很好，但异地以后，他总是怀疑我背叛他。他不在我身边就开始跟别的女孩勾搭，对我也没有那么好了，我能不怀疑他吗？我现在工作也很忙，他不但不体谅我，还做出那么多过分的事情。他给不了我安全感，所以我只能用这些办法来留住他。我为这份感情付出了这么多，可他全都看不到。他除了各种猜忌，对这份感情还做了些什么呢？大学的恋人因为异地而产生不信任，3位老师会如何帮助他们呢？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李25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设计师；女嘉宾小孙23岁，来自辽宁，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师兄哈，这个师兄是怎么对师妹下得去手的呢？之前学校组织一个活动，然后我是文艺部的，让我们排练一个微电影，后来有同学都找了他，然后后来我都跟他联系的比较密切，到后来都在一块儿了。当时好多人都就是劝我，都说这个人吧不是特别靠谱，他在我们学校属于特别花心的那种。不。他在你们学校花心都有名啊？对他当时都每天都来给我送早餐，然后时间长我就觉得他挺真诚的。当时他知道我爱吃那个糖炒栗子，他连给我送了1个星期糖炒栗子来宿舍。当时我都感觉特别甜蜜，然后我都和他在一起了。挺好的。在一起之后呢？他毕业了之后，他实习一段时间被公派到了大连。自从他去大连之后，他就是别说对我关系不关系了，都是满嘴跑火车，一句真话都没有。你学校在什么地方？在唐山。学校在唐山，对，他大连，对吧？对。千里之外，你怎么知道他满嘴跑火车呢？就是我常常给他发微信，他都不回我然后他和别人我不回是因为我上班比较忙，然后他发微信还不跟普通人发微信一样，他发微信嘛是调查你，然后问你干什么呢？我说我上班呢，然后还得给他回个电话，然后冲着他说2声我爱你我爱你。你说当着老板的面还有那么多同事的面，你让我说这个，我感觉特别尴尬。然后那你以前怎么不觉得尴尬呢？以前是在学校里边，你说在宿舍里边，我没觉得这有什么过分，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变了，你这些都是借口。他都是揪住我这以前不放。你以前到底干了什么呀，兄弟？都是也是他跟我说的。就是我朋友什么的都跟我说，他确实是以前交了不少女朋友，最长的都没有超过3个月，就是他口碑特别不好。当时。那你选择了他就该信任他呀。就是前一阵儿我给他发微信他没回，过一会儿发了一条朋友圈，然后上面发的就是亲爱的生日快乐，不能陪你过了，对不起。那个我不是已经给你解释过了，那是我大学特别好一个同学。那我怎么不认识？我登你微信之后看着他还给他回复了一个女生，我不认识，然后给回复的没关系，原谅你了，么么哒。是你不认识，他是我们班的，然后你们班的说话都么么哒吗？这以前过生日都一块儿，都是没在一块儿。当然我是得说好听点了，这也是一个维护朋友之间的方法吧。你跟我怎么不想想维持维持呢？我就怀疑你可能都是你就是想和他在一起了。你每回过生日的时候我都陪着你，跟你一起过，我还发状态干什么呀？那为什么我让你发一条我们俩的照片，你为什么不发呢？当时我没发，可是你自己也发了吧？那你给我删了，你就证明你心里有鬼，你就是我给你删是因为他让我给他发朋友圈，我没发，然后刚给别人发了这么一个朋友圈，然后他都自己登我微信，然后发了一条朋友圈，然后我感觉特别不好。你说这不是在别人面前秀恩爱搞暧昧吗？有什么不好啊？什么叫搞暧昧啊？那你和我是暧昧，你那是你和他正式呗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这是一种维护朋友之间感情的一种方法。我还有什么呀，姑娘？我还抓着过他和他女同事，就说话挺过的，就是打情骂俏的什么的。就是也是在微信上。就是我突然登他微信。你说，老师，你说我和同事在一块开玩笑，应该也没什么吧？大家都是一个工作单位的，开个玩笑。我不知道你的尺度和分寸是什么啊？这个还真没法判断。你怎么会登他的微信呢？
因为我不放心呢，都是我想知道他最近在干嘛。你看他这个微信是说你有他的微信密码，你用他的用户名登录还是什么？我有他的微信密码啊，是因为刚开始我追他的时候，他也是说我不好，然后都是我把微信、QQ 还有包括银行卡密码什么的都告诉他了，也是彻底的都是把我自己交给他了，相当于都是真心真意的对他啊。还发现什么了呀？就是也不是说他都是无中生有，都是各种猜疑我，都是有没有的事儿他都得拿过去说说。然后还有一回都是我上班呢，不是在大连，然后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他突然的坐火车杀到大连了，在我们宿舍楼下，等我下班的时候，在角落里边偷偷瞄着我，看我是不是和别人在一起。你怎么知道他瞄着你啊？都是事后他跟我说的，都是我也是刚走到楼下，他都出来了啊。出来第一件事不是说我想你了怎么着的，第一件事把手机拿来我看一下。都是先查手机，我都是因为在乎，然后我去想，就是看一看他到底在干什么。他那天吧，他把他的那个微信密码和 QQ 密码都给改了，我那天没登上去微信。我为什么改 QQ 和微信的密码啊？不还是因为有一回我们一个客户给我发了条微信，说让我把方案给他拿一下看看，然后回头他都登上我微信了，我也没看。后来人客户找了我们公司去了，然后我们老板也知道这事儿，然后还把我狠呲了一顿。问问姑娘，你偷偷瞄到什么了吗？没瞄到什么，但是当时没瞄到什么，这事儿也就算了呗。而且我大老远去找他，我觉得他应该挺高兴的。当时在门口都骂我，都说我神经。我就觉得，我如果他没有什么的话，我觉得他不会对我这个态度。行，听懂了。今天来干嘛？今天来都是分手。他想和我分手，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不至于。我是因为他各种猜疑我，然后各种耍手段来查我，我心里没有什么嘛，人就是特别看一下你嘛，你何必那么？都是您也是知道，都是我工作现在也是压力比较大。我哪知道您有没有压力啊？就是因为我工作时间不长，然后又派去一个新单位，肯定我得好好工作，然后压力特别大。然后他那儿呢还各种不放心我，恨不着都是每天都得查出点什么事儿。后来还特别让我生气的是，他申请一个 QQ 小号来试探我，上来问你有女朋友吧？我说有，然后问你女朋友好看吧？我说还行吧，长得挺好看。问你女朋友身材好吧？然后上来问这个，然后还发了一个那一种约吗那一种表情，然后我都随口回了句，我说身材还行啊。然后我都感觉是他，我都给他打电话了。刚开始还不承认，后来承认了以后反咬一口，说啊你还想跟别人约？我都试出你来了，怎么着的？我都感觉两个人在一起都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让我都是身心特别疲惫。是你干的？干嘛呀？就是我自己也感觉自己特别心里特别累，就是这份感情就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你累了就放手呗，姑娘。可是我这么长时间了也有感觉。没多长时间呀，你们这才多长时间呀？也有1年半了。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感觉应该有最基本的信任了。可是他都是这一种用谎言，用谎言申请一个小号，本来都是谎言，你试探我能试探出什么来呀？我都感觉特别崩溃。都是我想要的两个人之间感觉都是互相信任、互相依赖那一种。可是现在都是一点没让我感觉到。如果你在乎的话，你不会因为这些你这么生气。我是真的特别生气，要不我也是都是不会，都是来这儿让老师给出主意。你是来出主意还是来分手啊？你把这话说清楚。如果要是我感觉，如果要是能解决了，他以后不再这么着给我这么大压力，然后我想还是能出去的。如果要是真的老师也没有办法调节不了，然后这是将你们的军啊，这是将你们的军啊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没有做亏心事儿是吧？女同学那个亲爱的不能跟你一起过生日的，那是怎么个意思？那是一个大学同学，根本没有在一起的可能。有没有可能？我们不知道。居然，你是在说不敢把女朋友和你们俩照片放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头，觉得跟自己女朋友是在搞暧昧，这事儿我听的怎么不对味儿啊？是之前我朋友圈里边也有他照片，但是都是我刚发了那个状态。不是兄弟，你就交个底儿吧。你是不是不喜欢他了？没有，我敢保证没有。那怎么当时给过的那些密码怎么又都改了呢？都是因为我感觉他特别影响我工作，都是他影响你工作了啊？你觉得这份恋爱还有必要往下走吗？
你要真是觉得没必要走，生活当中跟人说清楚了。我说别给人不明不白的。说好多次什么呢？我们分手。我说你别这么不信任我了，我肯定没什么。你要让别人信任，必须得自己要做到问心无愧。女孩累不累？累。这份爱情搞得那么累，你觉得值吗？我觉得呀，你当时是在冒一个险。你当时迈出第一步，其实你自己也是知道的，他是一个这方面名声不太好的人。你有这个能力说能够把这个人这个自信控制住吗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在你的视野范围之内，好像你能控制，但是异地是一个最佳考验人的一个事情出来了。你真是以为他交出所有的密码就交心了吗？没有，都是假象。既然已经看到问题了，你其实没有必要去制造一个又一个问题出来，去装扮别人，去考验他。累不累？有意思吗？爱情如果都是这么聊的话，我觉得那就太拧巴了。我要先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记得，相信一个人比怀疑一个人更容易让一个人做好人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做黄舒骏，他有一首歌不是这样唱的吗？因为你太单纯了，你单纯到让我都不好意思做个坏人了。那是信任的力量，而不是怀疑的力量，你懂吗？假设今天你一直被老师怀疑作弊，你会不会生气？如果你真的没有作弊，你会不会气到不想上这个老师的课啦？会。你说如果你爱我，你就不会生气我查你，错。不管他爱不爱你，当一个人一直被否定跟不信任的时候，他就是会不爽，就是会不开心的。如果你都不信任他了，我也不相信你会有多爱他。也许大家看他觉得他好不可信啊，你看干嘛又不 po 合照，然后呢又看起来呢态度躲躲闪闪，但他起码今天有一件事比你做得好，他在你匿名的时候他认出你了。但我想问你，你会认得他吗？在你眼中的他是听说的那个他，人家说很花心的他，还是你亲自在这1年半感受过他的真心的他？如果你不能认识你自己爱的那个人，只是听说的、怀疑的、想象的，不要告诉我这段爱有多舍不得。就算谈了，不要说1年半、10年半都该舍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爱谁啊。如果你知道，不要用这么肤浅的方法去查他，亲眼看清楚你要的是什么样的人，其他事儿都是假的。如果你选中了，要么就相信，要么就不信离开。男生啊，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不老实，不老实就是欠收拾。女生一开始如果不轻信，就不会不相信，不相信就会不自信，不自信最后就会不信。一个非要扒得干干净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另外一个非要犹抱琵琶半遮面。这个游戏不好玩，尤其是在爱人之间，很累。如果一方选择坦诚，另外一方就要珍惜这种坦诚，就不要去怀疑他。如果另外一方给另外一方包容，给你自由，你就不要滥用这种自由。如果两个人都要脸，都珍惜彼此之间的爱，那就彼此都好过。如果大家都不珍惜，都不给对方面子，也不给对方自尊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想尽办法抓他、查他，你尊重他吗？所以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。如果恋爱到最后是为了要判对方死刑，那请你执法，你就判他死刑，然后你走吧，你就让他去召唤别人去。所以有的时候搞不懂一些女人，你谈恋爱是为了什么？你要是希望他好，
你就朝好的这个方向来赞美他，给他包容，他也许就好了。我基本上相信，他算是改邪归正。别的不多说，至少他在学校以前的种种恶名，在认识你之后，不说脱胎换骨，也是有了极大的变化。即便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都是真的，比如说前女友也好，比如说女同事也好，又或者是后面你说的那些也好，即便他是真的，跟他学校里发生的那些比起来，他是不是也有了很大的改变？这些改变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你。我们说相爱容易相处难，相处容易相信难，相信容易相谅难。如果他硬要查，我就拖得干干净净让你看，虽然这有点没自尊，但是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他想查你就天天把手机密码什么都不改，我就让他查。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查腻。所以我说你解释就是掩饰吗？掩饰就是不老实吗？不老实就是欠收拾吗？他现在就在收拾你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一方选择了坦诚，不要去质疑这种坦诚。如果你还质疑这种坦诚，怀疑这种坦诚，迟早坦诚会变成不坦诚。但如果他有一天想透了，他给你宽容，给你自由，请不要滥用这种自由。夫妻之间、爱人之间和普通的男男女女朋友之间，信任只有一次，就这样。恋爱不是打仗，这人都不信任，你还跟他谈什么恋爱啊？我同意涂磊的话，你有一些不老实的地方，这就是暧昧，就是不老实。接下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希望我要的爱情是一种两个人彼此相信，没有那么多隔阂，没有那么多猜疑的爱情。我想我们两个在一起也这么长时间了，以后不要再有这一种不相信对方的行为了。我也希望你以后如果说真的你不是说不想和我在一起了，你就别就是因为小事和我吵架，然后不理我。你要是我误会你什么了，你可以跟我解释。如果你不和我解释的话，我都会胡思乱想。如果你和我解释的特别清楚，我都不会这么做了。有时候我是感觉特别烦，然后你所追查的我那些东西，我一想都又是这一种东西，感觉没有信任，然后我都特别烦躁，然后才出现这一种问题。那你以后能不能对我多点耐心呢？时间到，行了，回去想吧，到底想怎么着，想清楚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哎呀，请关门。我先进一段广告。要旅游找途牛，途牛旅游提醒您，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100元现金券，更有火车票、机票、酒店优惠券领不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请开门，请开门。Forever love, forever love，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。女生啊，生活里面有些事儿是这样的，别人说什么不重要，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。有没有这种可能性？可能还有人喜欢他，跟你说这小子花心，那个女人心里想的是，哎呀妈呀，他要是我的男朋友，我得疯掉。还是太单纯了，好好珍惜可以吗？男生你今天出来了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？是吧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两位哈。要保诗，易背诗，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。嫁给我吧。哎呦喂！双贼。
谢老师，亲一下嘛。谢谢你们，祝你们幸福啊！男生好好的啊，别再暧昧了。行，谢谢老师。请回，请回，谢谢啊。